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啊，那社群媒体呢是很多人表达意见还有监督施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啊。特别是现在在网络的媒体，在自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呢，我们看到一般普通的平民老百姓他都可以自己来评论时政啊，来监督政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呢，有不少的时事评论的这个政论账号却接连遭到无预警的封锁或者是限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政府为了要打击假新闻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吗？还是这会造成扼杀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呢？也就是在这个星期六4月4号呢，有一群人他们决定从线上走到线下，在布城发起一起人民自由发声集会。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集会的发起人之一，也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时事专栏作家洪伟祥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洪律师，欢迎你。能杰你好，今天在请你来到节目当中呢，第一道问题想要问你，也就是是什么原因让你要联手刁建成还有李伟康啊？你们为什么决定要发起这一次的集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吧，我的专业被地理屏蔽啊，就是在马来西亚你搜索不到也阅读不到我写的文章和分享的照片啊还是影片啊，全部都不行，所以我已经开了另一个专业，但是自我的专业被地理屏蔽以来，至今刚刚好已经1个月了这1个月时间，你看整个有关当局，包括 MCMC 副部长还是部长，都完全没有针对我的质疑来发出任何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单凭网络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任何的压力当然，我们如果把它搞成线下活动大家一起来聚集当然我也不知道人数多少了，我们希望越多越好有关当局会不会感受到压力，会不会来回应这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我们只能尽力去做，希望可以敲醒这一个有关当局。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原因。一向来我都很少做这一些公开的线下活动所以当伟康和刁建成他们说因为他们也面对了类似的打压，当然没有像我这么严重所以他们想搞一个线下集会，那我当然是马上赞成了因为毕竟我是被打压最严重的那一位。是，好，那洪律师，其实我想要我们在这边呢，可能也来听民众的一些的质疑啊，因为我有看到在网络上面呢，有些民众就说，你们选择在星期六号召大家去通讯部抗议，但是周末政府部门是没有人上班了，官员也不在办公室，这样子的安排会不会变成一场作秀呢？作秀的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没有人上班，那到底去了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有没有人上班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差距的，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有关当局是已经眼不看耳不听眼不见就是完全不当一回事了所以如果我们换成星期五去，他们也同样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最主要我们做这一个集会是要唤醒公众对类似的打压，因为他打压，他今天可以打压我，明天就可以打压你。如果这个政府可以随便因为我不同意你的言论，或者是因为你批评我，你监督我，我就可以关闭掉你的声音，那接下来下一个政府也同样可以做你现在你可能是作为加害者，但是新的政府或者是下一个当权者，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把你马上变成受害者所以最主要我们要做的还是唤醒公众的这一个醒觉还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星期六这是最方便公众来参与来聚集的一个方式啦你在工作天的话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要工作嘛，而且现在经济也不好会影响大家的出席，这是为什么我们举办在星期六的原因。包括之前的 Bersih 之前的 Hindraf 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有参与过他们也都是选择在假日的所以如果你因为你认为只是作秀而已，那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场作秀，我们就是要给有关当局来看我们可以号召一批人出来向你进行抗议。是，那其实网络上面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洪律师你近期的部分言论
过于偏激啊，那甚至有煽动情绪的嫌疑。那有人甚至表示说，哇，支持这个执法单位关闭你的粉专，说是这个是封的好啊。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质疑声浪，你有什么话想对这些人说呢？那你自己的言论自由的底线又在哪里呢？首先有说这种质疑的人，可能是在联合政府执政之后才阅读我的文章，或者是阅读我的影片吧。因为我写专栏是2007年，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然后我做直播是2020年。喜来登政变，也就是后门政府上台的那一段时间，包括 COVID 的那一段时间我才开始做直播。有看回我之前的直播，看回我之前的文章，其实我一直都对当权者是口诛笔伐的然后是用很犀利的文笔这是我的风格。我一向不转弯抹角，我也不做各打50大板的事情，我就是指名道姓，你做错什么，我把你的理据说出来，然后你怎样去欺骗人民啊，你怎样隐瞒人民啊，你怎样利用人民啊，你怎样忽悠人民啊，我都是清清楚楚点出来的所以我的风格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变我所有的文章，所有的影片都还在。我之前骂后门政府是公开在电视台，在电台直接用后门政府这4个字包括我骂纳吉我直接说他是窃国大盗他还在做首相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他是窃国大盗了然后老马即便他来上我的直播，我也直面来问他我们大家尤其是华人社群都认为你是种族主义魔头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一直都是保持同样的风格。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认为洪律师怎么现在好像对联合政府或者是对火箭对安华特别的苛刻所以第一点是你根本不了解我，你可能之前有看我，可是我在骂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说洪律师骂得好，洪律师骂得太爽了，洪律师直来直往现在我在骂你支持的，我在监督你支持的，你就觉得我偏激了。所以改变的不是我，改变的是这些人看事情的心态我所有的文章包括2007年我开始写的文章，然后2020年我开始做的直播全部都还在网络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可以说是有实证在那边的啦我没有屏蔽，也没有删除任何的这个直播那你自己身为一个法律人，你认为说政府现在目前在防范假新闻、还有仇恨言论以及打压异己之间的这个界限，在法律上或者是在实际操作上面，他们到底有没有拿捏好呢？很明显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这一点你是可以很清楚看到的。MCMC 的部长这一个通讯部长，他会跟你说我们封闭的是网赌啊，是诈骗啊，是色情啊可是你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言论里面涉及这3项就是诈骗啊、网赌啊、色情啊，其实才50多%罢了。那剩余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也没有说出来。然后你又是怎么界定那这一个专业或者是这一个贴文是网赌还是诈骗？你根本没有一个标准说出来，你就是直接给我们一个 statistic， 给我们一个数据所以形同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啦。只要我说你是网赌，或者是说你是不合适的内容，我就可以马上屏蔽你，我就可以马上删除你。而且这个打压言论自由，其实我们华社最近才感受到因为越来越多了嘛像我的专业被屏蔽大家都哗然因为他是很赤裸裸的没有给我任何通知，也没有告知我犯了什么错如果我犯错，你怎么只在马来西亚屏蔽，然后外国人看，难道外国人看就没有错，就不会被影响？马来西亚人比较笨，比较愚蠢，看了就会被影响嘛。所以他们是赤裸裸的在打压言论自由，可是到现在他们都不敢直面来回应我的专业是落在哪里一个 category， 我到底是网赌，到底是诈骗，还是到底是色情？那洪律师，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其他的时事评论员，他们也遭遇到了像你一样的状况，他们的账号遭到无预警的这样的封锁的时候，就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现有的法律框架，有没有能够提供给我们足够而且透明的上诉的救济管道？如果你看 MCMC 所订立的相关 rules and regulations 相关的规章
他们是有一个内部的上诉机制，他们会设立一个 tribunal， 就是钦点一位法官，高庭法官来做这个 tribunal 的主席，仲裁庭的主席，然后来审理你的上诉，但这种情况其实是你有收到确切的通知，你才可以上诉嘛，你不可能去上诉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像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专业为什么被地理屏蔽，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连 Facebook 也没有跟我说你这个贴文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屏蔽你，而且他奇怪的是他是屏蔽我整个专业。像我看到有些人把我跟 Firdaus Wong 就是很具有争议的这一个华裔传教者穆斯林传教者、伊斯兰传教者但他是华裔他也面对相同的情况，可是其实这是误导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Firdaus 只是几个贴文，就是他所发出的贴文，比如这个贴文你有煽动性啊，你这个贴文你有触犯了什么规章啊，脸书的社群规章，他就屏蔽你。马来西亚不能看到，不适合马来西亚观众观看。可是我的是整个专业无差别我应该有7000多个贴文这个贴文不管是图片不管是影片有7000多个，全部无差别屏蔽所以他完全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我要怎样去上诉呢？到现在 MCMC 针对我的质疑都给不出答案所以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民事法律所赋予公民的这一个司法负荷，我们或者叫司法审核的途径去挑战政府。当然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刚刚从威权体制过渡到半民主体制的国家，甚至很多人还认为我们现在的政府比之前的巫统政府还要来的更为威权、更为独裁所以我们的法律其实很多都是属于恶法权力、诠释权都在政府的手上包括这个 judicial review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中的文件也准备的如火如荼但是你问我胜算，其实我是知道胜算是很低的因为之前有类似的人也有向法庭提起类似的司法负荷的申请但是都失败了但是失败了不代表我们不要做我们就是要给当权者知道这一件事情我们不会善罢甘休，你不要以为恶法在你手上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是。那洪律师针对这个星期六的集会，觉得说团结政府或者是通讯部他们会给你这样子的回应吗？那如果这一次他们不给予回应或冷处理的话，接下来你还有怎么样子的行动吗？其实老实说我并不认为他们会回应这个是他们的一贯的伎俩他们认为权力在我手上，我已经使用了，我不需要向你解释这个是独裁政府或独裁政客通常会有的思维啦我是官你是民所以我使用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在古代官就是大过一切嘛所以现在很可悲的，这个打着民主旗帜上台的，竟然连民主是以民为主这一点都忘记了。你的权利并不是君权神授，并不是你英明神武老天给你的，是我们人民一票一票或者是1毛钱一步一脚印去支持你，给你，你才可以当官的。所以你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人民，你任何权利的使用都要向我们人民解释，他们已经忘记这一点了所以可以很清楚看到像我该举出的例子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会真正的去回复我们了但是像我说这一场集会并不只是给当权者看而已，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唤醒所有马来西亚的公民，不管你喜欢我不喜欢我，你支持我不支持我，今天我可以这样子打压，如果你认同这样子的方法，而且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明天不喜欢你的人只要掌握权力也可以做这样子的打压，因为根本不需要给出理由。所以任何稍微有点民主思维的这一个大马公民都应该知道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所以不管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你都应该反对这样子的行为，滥用恶法来打压监督者，来打压异议所以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踊跃出席啦，让我们的人数可观一些那可以唤起的效应就会更大一点。是，最后其实洪律师我想要再请教你，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可能一般人在面对打压或者是钳制言论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就好好过我的生活就好了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动力继续推动，要继续的在这个时事评论的这条路上面，或者是在监督政府的这一条路上面继续的坚持走下去呢？你的推动力是什么？
其实推动力就是希望大马变得更好。我2007年我其实有公开的说过，也写过文章来讲解这一个事情在2007年刚写的时候，那时初出茅庐嘛大学生有一腔热血，你是真的认为你这一支笔你写的言论因为当时也很多人看，那时是部落格时代我的部落格都还在所以当时的上了报纸的文章我都会放在部落格，就像现在会放在脸书专页一样也很多人看，所以你会有一个假象，好像你真的可以影响很多人，可以改变这一个国家所以当时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这一种想要改变国家的热血。我相信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有这种满腔热血的时刻不管多么艰难，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但是我写专栏甚至后来评论不只是用文字包括影像包括接受采访都越来越多，上电视上电台其实我知道你个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之小的尤其是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老百姓所以你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马来西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很清楚的看到了其实来肯定或者是来支持你的言论你的想法的人其实不一定是被你改变的，其实很多时候我可以说98%吧，他们是跟你抱持着一样的看法，你是同温层，然后看到你的言论可能我的文笔没有这么好，可能我没有这么会讲我们有这方面的这个文学修养或者是文化程度来做出精准的表达所以你说出了我要说的话，并不是你改变了我，更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一直呼吁只要你觉得说的是对的，那你就大力的分享嘛，就让更多人去看到，因为我们的力量是非常非常之小的所以其实大的目标还是一样要改变这个马来西亚，希望可以为马来西亚带出改变，就算只是小小的改变我们市井小民的力量非常之小，但是聚沙成大这个就是民主的基础人民不要看自己的力量小只要你凝聚起来，这个力量是可以大到把任何政权都推翻了在马来西亚也发生过2018年的情况，纳吉政府马华也没有认为自己会丢失中央政权，但是最后他们也是失败了所以以大家为鉴吧4月4号星期六早上10点我们在 Putrajaya 这个 MCMC 的大门前有一个集会我刚刚收到一个很鼓舞的消息就是有我的读友他要赞助夜睡赞助500包了他这里写是500包他叫我去接洽，帮忙他来接洽一下所以能来的可以携家带口当然不要带小孩子是最好了因为和平集会法令现在也不允许你带小孩子出来嘛可以带自己的朋友带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参与这一个集会我们没有定下目标人数啦有50人有100人，其实我就觉得很厉害了你愿意度让你这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来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Putrajaya你从 KL 去也是蛮远的特地过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坚定的力量展示啦所以希望人数可以越多越好，但是我们没有定下任何的目标人数的原因就是如此。所以4月4号早上10点然后在 Putrajaya 的 MCMC 大门前我们到时见吧希望大家可以呼朋唤友我在我的脸书也已经贴出了这个呼吁跟号召的贴文然后有把我发给各大媒体的文告也贴了出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分享，号召更多的人出席。而且当然我的宣传是以中文的受众群或者是华裔社群为主但是像 Albert 他在马来同胞的这个社群里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也会向这些马来同胞来进行宣传所以这个不只是我们华人的机会了希望大家可以更踊跃的出席现在你不需要投票，你只要用脚投票来到我们的现场，展示出人数就可以震慑当局震慑这一些当权者，让他知道我们人民不是沉默的羔羊。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一起帮忙宣传能来的就来，不能的帮忙宣传，让更多人一起来到我们的现场。好，谢谢洪律师今天再次的来到自由时事当中。那大家对于洪律师今天的这个呼吁还有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都可以在下面来进行留言，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这一个访问也觉得很有意义的话呢，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先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由BFM财经所制作的